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维生数码生活，我是摄影师 Pen。近期不少佳能的老用户开始犹豫是否要过渡到 IF 卡口，这期我们就来测一测最新的 IF-2470 2.8，看一看对比上一代 EF 卡口到底有没有进步，同时也和大家简单聊一聊2470这支镜头的历史。也许有些年轻的朋友们不一定知道，2470 2.8这支镜头在早期的时候其实焦段是2880，而且还是2.8到4的可变光圈。在1989年，佳能发布了可以算作是大三元的开端的3支镜头，分别是2880 2.8到 f4 的可变光圈，然后是80-200 2.8、2035 2.8这3支镜头。1989年这3支镜头可以算作是第一代的大三元，它分别对应的是最新的 IF 卡口的2470 2.8、70-200 2.8和1535 2.8。今天因为我们只说2470，所以其他几个镜头我们就暂时不展开说了。1993年，佳能发布了2870 f 2.8，光圈变成了恒定的，为了维持差不多的体积和重量，把最远端缩短到了70毫米。2870这个焦段可能大家听着很熟悉，但这并不是我们最近经常听到的那支 f2 光圈的健身器材。当时的2870 2.8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三元鼻祖。接着2002年2470 2.8一代问世，广角端扩展到了24毫米，这也是大部分前辈们最熟悉的2470。然后10年后的2012年，这支镜头迎来了又一次更新，2470 2.8二代在画质上有了很大的提升，也就是现在大部分人都在用的2470 2.8。在2018年，佳能又发布了2870 f2。2870这个焦段又重新出现，而且光圈变成了可怕的恒定 f2。但其实这个怪兽并不能归类在大三元里面，有些人叫它叫超三元。这支镜头后面我们会再做测试，今天我们就不展开说了。接着2019年发布了最新的 IF 卡口的2470 2.8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来测的这一款镜头。我们要对比的是上一代 EF 卡口的2470 2.8二代。到底这2支镜头实际表现上有多大的区别，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看一看。首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2支镜头的参数。口径在维持82毫米不变的情况下，但 IF 卡口版本重了100克，多出来的100克可能加在了防抖上，结合 R5 的机身防抖能达到8档。不过加上100克的转接环之后，其实2个镜头是差不多重量的。然后广角端最近的对焦距离有所缩短，并且放大倍率有了非常大的提升。说完参数，又到了大家喜欢的科学实验的时间了。我们先测试一下抗眩光的情况。这个是 EF 卡口的成像，这个是 IF 卡口版本的成像。我们可以看到2个镜头光斑的位置稍微有点不同，而且 IF 卡口的版本的画面对比度稍微高了一些，但总体差距其实很小。在这个测试中，我们还发现一个特点，和上次测的 F70-200焦段缩水的情况恰恰相反。这次实际成像的焦段会比 EF 卡口版本要长一些。接着我们测一下畸变，先看一下24端，可以看到 EF 卡口版本的广角的筒形畸变稍微大一些。然后我们看一下70端，可以看到 IF 卡口长焦端的整形畸变比较大，但区别其实非常小。比较特殊的是，这支头24端的放大倍率比70端要更大，而且在32毫米左右达到最大的放大倍率。我们对比一下24端在最近的对焦距离时的成像，这个是老镜头，这个是新镜头。我们可以看到24端的最近对焦距离 IF 卡口版本要近很多，同时放大倍率也大很多。不过 IF 口的版本边缘的色散非常严重。接着我们看一下70端在最近对焦距离时的成像，这个是 EF 卡口版本，这个是 IF 卡口版本。我们可以看到70端的最近对焦放大倍率其实差别不大。接着我们对比一下解析力，先看看24端 2.8 光圈下的成像。我们可以看到中心的锐度 EF 卡口稍微好一些，边缘的锐度也是 EF 卡口要好不少，但 IF 卡口的边缘画质就崩塌的比较厉害了。接着我们看一下 F8 光圈下的成像，中心锐度2个头不相上下，边缘画质依然是老镜头要好一些。我们再看一下70端的成像， 2.8 光圈下，我们可以看到中心锐度 EF 卡口稍微好一点点，但边缘锐度这一次 IF 卡口扳回了一局，稍微好一些。
接着我们测一下 F8 光圈下的情况，可以看到两个头中心和边缘的画质几乎没有明显的区别。接着我们测试一下新镜头的防抖效果，尽管 R5R6 自带5轴防抖，但到底带防抖的 F 镜头结合 R5R6 达到8档防抖时，在实际效果上到底有多大的区别呢？我们用了一个支架同时固定住2台 R5， 机器分别装着新镜头和老镜头做测试，镜头和相机都升级到了最新的固件。这里要提一下，我们当时第一次测试时忘记升级了 F 卡口的固件，导致防抖的效果居然比 AF 卡口还差。后来我们升级固件之后 ，F 卡口恢复了正常的水平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20端的防抖效果。能看到老镜头在广角的时候，边缘的拉扯感会比新镜头要明显不少。然后我们看一看70端的防抖效果。F 口的版本在防抖的加持下，的确是要稳定一些。还有就是 F 卡口在对焦时能明显感觉到比老镜头要安静不少。好，经过一轮测试下来，我们看到了2只镜头的表现。尽管 F 口这支镜头有更安静的对焦，广角端有更近的对焦距离，而且更大的放大倍率，但对比上一代产品，并没有让我有强烈的升级欲望。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成像上和上一代拉不开差距，甚至在很多时候居然不如上一代，特别是在大光圈的情况下，边缘的画质差了不少。好，我们来个简单的总结。如果你的手头上已经有老版本，在犹豫是否要升级到新版本，那就我个人使用情况而言，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。又或者你还没有2070，并且预算有限，那么上一代的老版本加上转接环其实是极具性价比的选择，并且它的边缘画质也会更好。如果你现在只有 F 卡口的机身，平时又经常需要拍摄视频，这支镜头自带的防抖和更安静的对焦，也许会对你拍摄视频带来一些帮助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。如果这期节目对您有帮助的话，希望您能帮我们点赞、转发给身边的朋友们。因为最近墨尔本刚刚解封，我们工作室又非常的忙，我们也在很努力的挤时间更新节目。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做内容的最大动力，别忘了关注我们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周的节目哦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。